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测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多啊。第一个，习近平为什么去清华大学？第二个，斯坦福大学和人权组织他们出了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犯了危害人类罪啊。那么央企成为凤凰卫视的大股东。我们今天讲3个啊，新闻有点多，我就尽量的快一点啊，防止说不完啊。习近平4月19号去清华大学视察，那其实我们前2天已经有网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已经说了这个最近可能有大人物要来啊，那靠近门口的那些宿舍都把他赶走啊，不能够靠近窗户啊。他去清华大学干什么呢？校庆，110年校庆。清华大学的校庆是什么时候呢？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是最后一个周末。那么应该是，当然不是19号。那么，清华大学是清政府用这个庚子赔款啊，拿了一部分来建什么呢？建留美预科啊。那么建立留美预科之后，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清华大学，并最后1925年，国民政府设定的设立这个清华大学，但是因为钱不是自己掏的，不好意思叫国立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就叫清华大学。那么清华大学，习近平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啊。那么后来读了一个在职博士，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这是他去视察清华大学的原因啊，没有政治原因，就是个人偏好啊。那但是呢，习近平从来不讲他是清华的校友啊，大概底气不大足啊，工农兵学员啊。陪他去的有谁呢？这次去的规格很高啊。陪他去的是王沪宁，政局常委啊。那么，然后是清华大学在地陪啊，清华大学的书记陈旭，校长邱勇啊，这个校长很搞笑啊。然后是丁薛祥是中办主任，孙春兰是主管教育的副总理，陈希是组织部长，然后中组部长，然后是蔡奇是北京市委书记啊，然后就这样啊，就是规格很高，全套人马全陪着啊。习近平在清华大学，我看就转了一个多小时吧啊，去看看实验室，然后中间去2楼大厅主楼啊，通常一个大学都会有一个主楼或者叫行政楼啊。主楼的2层大厅跟老教授、中青年干部啊、教师代表，然后再去体育场啊，然后这是精心安排的一个行程啊。然后最后就开个座谈会啊，这个行程就这么结束，应该在1个小时左右啊。那人民网在2014年的时候写过啊，习近平当年的往事。他怎么去读的清华大学啊？那么，习近平是1969年下放插队去陕北啊，那个时候很多高干子弟都下放去陕北啊，陕北是红色根据地嘛啊，那么父亲习仲勋被打倒，然后他下放了6年，所以他时间比较长，因为他父亲被打倒，成分不好。说是入团申请写了8次，入党申请写了10次。那么，习近平在他自己的那个回忆录啊，叫《我是黄土地的儿子》啊，里面说，他说当时报大学，清华有2个名额啊，名额都在延安地区啊，全部都给了延川县，就他所在的那个县。他说我的3个志愿都报了，都填了清华。意思就是让我上我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就这心态。那么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为我力争啊，大概是知道他背景不一般啊。那么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啊，请示学校，
当时我父亲就齐仲勋下放的这个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一个土证明他土证明就是瞎开的一个证明，说齐仲勋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这就是他当时去读清华大学的这个情况。那么20年后就1996年他是1976年去读的大学。那么工农兵学院的特点是什么？就不用考试，推荐就行20年后，他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就再去清华大学那么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那么然后以这个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获得这个博士学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学生博士那么我一起讲了吧这同一天李克强去了四川广元广元是山里头然后就去奇怪的是什么呢？新华网、人民网都没有这条新闻，只有中国政府网里面有这条新闻。然后就讲他在当地关心这个基本医疗，关心义务教育，然后还有一段视频讲他什么呢？讲他跟这个农民聊天说他们农民又耕地又去打零工这个很厉害很伟大，讲了一段这样的话那么你可以看这个李克强是见缝插针去了四川那么宣传也不给他宣传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叫什么？讲习近平为什么去清华大学呢？我们以前关于这个中共高层领导人出去视察或者出访，他一般来说他不会随便走他们通常他去某一个地方，他都会带着某个政策方向去政策方向去。那么，所以为什么他们去哪里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比如说他去上海，那么在上海有针对性的讲一些跟政策有关的事情，他其实是在做一些政策推广的工作那么，所以为什么领导人的行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后面跟着是政策，或者是他是在为政策背书，或者是为政策解话等，总之他后面是跟着政策。所以我们经常会做什么呢？做这个领导人，中共高层去某个地方说某一番话或者某一些行为，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可以看到从这1-2年来，慢慢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这个走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政策含义了。他已经成为什么呢？他已经成为，就是说他的行为只是根据他个人偏好而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专制独裁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他已经不需要为这个政策背书了，他已经不背那些行政责任，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是不大报道习近平的这个行踪的了因为在我看来，习近平的很多行踪已经不具有政策含义。当他不具有政策含义的时候，我对他的行踪就没有兴趣，最多看看他肚子大了没有只是这个而已其他的我都不感兴趣。那么这一次我就特别要跟大家报告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看，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其实他们的行踪，你看在最近的一个，当然这两个人为什么同一天出现，一个出现在清华大学，一个出现在这个四川广元，这是有点这个争风吃醋的味道。但是毫无疑问，这两个行为本身背后是没有任何的政策含义的就是他们已经开始
他们已经开始退化。退化就是什么呢？退化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只是按照他个人的偏好来行事了，这就有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按照他的行为、他的个人偏好去行事的时候，这个国家会有问题的啊，这个国家会有问题。就是你很多东西呢，你不是由政策部门要求领导人去做某个行为，你从这个角度可以看，现在政策部门已经没有办法去要求李克强或者要求这个习近平去做某个动作，为他们的政策背书了。那就像我今天上午讲的那个节目里面讲，你里面的政策我们讲的不太多啊，就是他很多政策矛盾的地方我们讲的不太多，我们看的比较清楚的是中国的对外政策，对外政策就很多矛盾之处。你比如说中美对抗打得那么激烈的时候，他过一个海警法，海警法一过，中日关系翻了。为什么？日本人发现原来你的海警船可以跑到钓鱼岛来跟我动枪、动刀、动炮，那日本人不翻了吗？这是你可以看这些政策，它完全是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级别的矛盾？你看这个四国集团是怎么形成？四国集团全部都是跟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印度有矛盾吧？边界冲突，边界刚刚冲突完，对吗？澳大利亚有矛盾吧？这个澳媒啊，各种制裁各有矛盾吧？日本有矛盾吧？日本就是钓鱼岛，我刚刚讲的钓鱼岛的问题。然后就是美国，当然更不用讲，四个国家形成一个集团，这是谁让他们形成的？全是中国外交部，中国自己让这个四国集团形成了，就是这个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外交部宣布这个习近平出席这个博鳌论坛啊，之前2年都是李克强去啊，今年就这个习近平去呢，然后呢就安排了一堆我念一下这个国家参加这个国家首脑，就安排了一堆国家首脑来参加，很有意思啊。文莱、智利、印度、哈萨克斯坦、老挝、韩国、新加坡、斯里兰卡、越南、孟加拉、柬埔寨、马耳他、蒙古、新西兰总理就这些国家。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来，连一个西方国家的前领导人都没有当然我讲的是欧洲这些发达国家一个都没有，干干净净好吧，那我们就大体上讲这些。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这个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其实这份报告呢是谁呢？是人权观察是一个人权组织在纽约的一个人权组织，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人权组织它跟斯坦福大学有一个研究所叫这个法学院国际人权与冲突解决诊所，它其实是个研究机构，他们合作完成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名称叫什么呢？叫断代断根，狠吧？不仅是要断代，还得连根都要断掉中国对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危害人类罪行这份报告呢有53页那这个报告呢，他在这个报告里面讲，他这么说，他说中国政府正在新疆自治区对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犯下各种危害人类罪行然后他说，中国领导人应该为有系统的大规模拘禁、酷刑和文化压迫等罪行负责。然后他报告呼吁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制裁责任者，推动问责，并改变中国政府的政策。那么这个报告的它题目叫断代断根它取自于什么呢？它取自于中国的一名宗教官员，他叫什么？叫买苏木江
买穆尔，他这个名字，这个人在这个新华社微博里面有一句话，是2017年8月10号在微博里写了一段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断代、断根、断连、断源，代要断掉，根要断掉，联系要断掉，源头要断掉，一个不漏，彻底把两面人的根子铲干净、挖干净，誓与两面人斗争到底。很棒，非常很棒，这就是文革，文革就是这样啊。然后这报告就讲了一些内容，我们之前说过啊，我之前也答应过网友，就是关于新疆的议题要讲一讲，但新疆议题老实讲呢比较困难，为什么？如果我来收集这些资料的话呢，我恐怕呢也不全，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去考证取证啊。那今天这个斯坦福他们这个研究所的这个报告呢，我就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讲。跟大家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信任他们做的这个严肃和严谨性啊，所以我就偷个懒，也不是偷个懒，就是我觉得他们做的会更好一点啊。报告是这么说的，他说2014年5月，中国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穆斯林发动的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啊。那么根据人权组织、媒体、维权团体等各方面的报道显示，中国政府对当地维吾尔穆斯林已经实施，并且仍然在持续实施危害人类罪啊。那么这个报告呢，他说本报告为前述结论，就是上面这个结论，提供事实依据、事实基础，并基于国际法框架，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为进行评估啊。那么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危害人类罪是指在明知对某平民进行广泛有系统的攻击之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重大特定罪行啊。那么普遍是什么意思呢？普遍是指规模和受害者的人数啊，这是有系统的攻击，是指成模式、按部就班的计划啊。然后危害人类罪可以在和平时期或者在武装冲突时期实施，只要它是针对平民啊。那么危害人类罪被视为国际法上最严重的人类侵犯之一啊。那么本报告记录的具体危害人类罪包括什么呢？包括违反国际法的监禁，以及其他形式的剥夺自由啊，迫害一个可识别的种族、族群或者是宗教群体，强迫失踪啊，酷刑、谋杀，故意造成极大痛苦或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的不人道行为，特别是强迫劳动和性暴力。这是针对有人帮这个维吾尔穆斯林出头，中共岂止是对穆斯林，中共明明对中国的老百姓、汉族人也是这样的啊。你把这个读一下，你看看，从中共建政到现在，难道不是系统的对付中国的老百姓吗？汉族的不是一样的吗？不过有人帮维吾尔人出头，我们也要支持啊。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穆斯林的镇压并不是新的现象，但是在最近几年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高达100万人被任意拘禁在300到400所设施，包括政治教育营、看守所和监狱啊，这3个不同的层次。法院未经正当程序判下重刑，维吾尔穆斯林仅仅是因为向家属寄送伊斯兰宗教影音或下载维吾尔文的电子书，就判几年监禁。在押人员和囚犯受到酷刑
和其他虐待、文化和政治思想灌输以及强迫劳动。这些镇压直到离开拘禁设施仍然在持续。中国当局对维吾尔穆斯林施加广泛的大规模的监控系统，限制迁徙、任意逮捕和强迫失踪，抹杀其文化与宗教，以及拆散家庭。据官方统计，2017年新疆居民占中国人口的 1.5%， 但是新疆逮捕人数占全国逮捕总数的 21%。从2017年起，中国当局毁坏或者摧毁了新疆2/3的清真寺，其中有一半全部推平，全区主要的伊斯兰圣地都被铲除。新疆自治区以结清的名义实施侵入性的监控、发展和思想灌输计划，派遣官员干部到维吾尔穆斯林的家中留宿，美其名曰促进民族团结。另一个骇人听闻的措施就是一些维吾尔穆斯林儿童因为父亲遭到拘禁而被安置到孤儿院或者是寄宿学校、寄宿幼儿园等官方设施。目前，美国国务院、比利时、加拿大和荷兰国会都已经认定中国的行为构成了国际法上的种族灭绝。有些政府，如加拿大、欧盟、英国和美国，已经对中国政府官员与涉及侵犯人权的企业实施针对性或者其他类型的制裁。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负责人权事务的这个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2019年7月，24个国家联名致函人权理事会主席，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新疆人权进行有效视察。2020年6月，50个联合国特别程序，包括特别报告员、工作组和其他人权专家，对中国人权记录发出强烈的指控，包括中国政府对新疆、西藏的宗教和少数民族进行集体镇压。专家们呼吁人权理事会就中国问题召开特别会议，成立专门监测中国的联合国机制，并要求联合国机构与各国政府施压中国履行人权义务。2020年10月，跨区域集团的39个国家发表公开声明，尖锐地抨击中国政府在新疆、香港和西藏的普遍人权侵害。报告指出，根据2002年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如果享有管辖权的国家缺乏意志或者能力，该法院有权对涉嫌危害人类罪及其他重大国际罪行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调查和起诉。如果涉嫌加害人是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的公民，或如果相关罪行发生在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土，或者如果非成员国请求国际刑事法院审查在他领土内发生的罪行，国际刑事法院便可以实施调查和起诉。但是中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啊，他当然不敢啊，他当然哪里敢？那么虽然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将新疆刑事移交该法院取得管辖权，但中国是常任理事国，可以动用否决权。报告呼吁，鉴于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所受到的迫害如此严重，有关各国迫切需要采取强硬一致的问责行动。办法之一是联合国成立调查委员会，对新疆人权侵犯的指控进行调查。调查委员会职权应该包括认定事实、查明加害人和提出问责建议。委员会应由知名人士组成，包括国际人权法、危害人类罪、少数族群和宗教权利以及
性别议题的专家啊。委员会可以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成立，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都应该有权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还指出个别国家应当考虑刑事追诉。根据普遍管辖权的概念，个别国家当然主要是指美国了，利用国内的司法系统调查和起诉诸如酷刑等特定重大犯罪，即使犯罪地点不属于该国领土。报告建议各有关国家应加强对中国政府施压，改变其侵害人权的新疆政策，包括追究相关罪行的个人刑责和国家责任，针对性制裁，并根据联合国机制，比如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采取行动。抱歉，这就是这份报告，我把它摘了一下啊，把主要内容跟大家念了一遍啊。我这么看，新疆的议题继续在蔓延啊，而且这个议题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新疆人权的议题开始逐渐的深入人心，在国际社会各个层面都开始发出反应了啊，开始有反应。那么这个反应会持续下去的话，实际上会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氛围。这个氛围就是这个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人权问题啊。其实，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不仅仅是在新疆啊，比如说西藏也在发生。那么如果讲香港回归的话，那香港也是人权问题啊。其实中国的，我还说，其实大量的发生在什么？中国内地，中共对中国的汉族啊，持续的时间更长，对汉族的这种人权迫害持续的时间更长，包括维权的律师，包括记者，包括发言，包括有些人根本就是因为在网上讲了一句话就被抓起来，这个因言获罪，这都是普遍的人权的迫害。所以在中国有普遍的人权问题啊，就是说中共在对国内的人民的镇压，其实产生了普遍的人权问题。这些问题被逐渐的被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其他国家利用这个问题来对中国施加压力，这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不是在这个动机之下，其实中国的人权问题是有困难，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是有困难啊。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观察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有相关的新闻，我都会及时的报道啊。那另外，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凤凰卫视，凤凰卫视发布公告，这个大股东刘长乐是凤凰卫视的创始人。那么4月16号跟17号，他通过他的一家公司啊，持有凤凰卫视股份的公司叫今日亚洲有限公司啊，出售了37.93%，就基本上38%的股份。那么出售基本上他把凤凰卫视的股权全部清空了啊。那么其中1%给了谁呢？卖给了卖给了紫金文化香港啊。那么16.93%卖给了信德集团。那么基本上他就清空了。那么现在呢，凤凰卫视的最大股东就是紫金文化啊，紫金文化集团。紫金文化集团是香港的央企，中国的央企。那么信德集团是谁呢？信德集团是已经去世的，他的老板是已经去世的赌王何鸿燊啊。那现在的这个掌舵人是他的长女，叫何超琼啊，何超琼啊。那么紫金文化集团是中国在香港的一个文化旗舰吧，可以这么说啊。它是香港中资的出版集团，包括联合出版集团、紫金杂志社、银都机构、中华文化城。那么下面有什么呢？三联书店，三联书店是它的。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在香港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机构紫金文化集团和中旅集团、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并称为香港4大央企那么刘长乐是原来是解放军退伍军人，后来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这个记者96年这个凤凰卫视落成落地那么但是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央视香港版它是这样，凤凰卫视的基地在香港但是呢，它在香港是没有营业执照，就是它在香港拿到的这个牌照，就电视牌照，叫什么牌照呢？叫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就是它的节目是不在香港落地的，香港人是看不到凤凰卫视，因为它不非本地节目嘛，非本地电视节目的服务嘛，那是服务外地的电视市场。但是呢，他又跟别人讲，我是个香港媒体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谎话吧，这是个谎言那么2000年香港凤凰卫视上市然后2014年刘长乐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让他失去了凤凰卫视2014年刘长乐创办凤凰金融平台，这个凤凰金融平台是干什么呢？干 P2P 他很时髦，2014年搞 P2P 他的女婿叫贺鑫做这个凤凰金融平台的法人代表，其实是刘长乐创办的，但是他这个凤凰金融呢，跟凤凰卫视没有股权关系只是这是他的老板，就是刘长乐创办的这个凤凰金融，也叫凤凰。然后2018年，凤凰金融改名叫凤凰卫视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这个后来雷暴2020年9月11号凤凰金融就在这个突然就停掉了它的网贷业务那么凤凰金融有7万个出借人P2P 嘛，你有出借人，有借款人那么当时这7万人也出借了多少钱呢？96亿，将近小100亿。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就搞成了一个烂摊子。这个烂摊子之下，刘长乐的家族就被扫地出门。今年2月份这个上海新闻办主任就是徐威出任这个凤凰卫视的总裁，然后这个央视副总编孙玉胜出任这个凤凰卫视的总编辑基本上就是这样他是先把他的位置挪出来，然后再把股权清空，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怎么说呢？就尘埃落定这个凤凰卫视原来还戴着一个民企的帽子忽悠大家我们是来救你们的，结果其实他是八路军穿着便服的八路军，现在八路军把这便服一脱，穿回军装，八路军正归队了，基本上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谢谢。明谢 Mike 猪，谢谢提问。当年文革开展运动的重要阵地是学校，造访清华会不会包子圈起新文革的准备？这怎么知道？文革根本没有离开过情绪摇晃文凭跟什么叫摇晃文凭？摇晃文凭跟官员私相收受，高举红旗对学生灌输洗脑，
满嘴仁义道德，他连仁义道德都满嘴了，一肚子男盗女娼，中共治下的所谓名校也不过如此。北大清华，我更熟悉北大，清华我们也有过项目啊，但是清华去的不多，北大我去的比较多一点啊。那么北大清华差不多啊，就是都是一个文科一个理科，文理科啊，其实都是综合性大学，但是各有侧重啊，北大侧重文科，清华侧重理科。我在跟他们合作的过程当中，我的感受是什么？我感受就是2点。第一点，从校长到书记，一直到这个系主任，甚至到教授，这个学校从校长、书记一直到这个系主任跟教授，没有人在想教学的事情，都在想做生意的事情，都在找钱，都在赚钱，都在挖钱。啊，从校长到书记一直到最下面的人，你想一下，北大清华都是这个样子，其他学校就更不要说了。你想北大清华拿多少预算一年？所以这个他还在搂钱，还要做生意，还要做校办企业啊！北大清华都有校办企业，北大校办企业，北大方正集团已经破产啊，破产。清华是紫光，清华紫光也差不多快了啊，基本上这2家难兄难弟，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中国最顶级的大学就都是这个样子，那其他的学校就更不用提了。所以中国的大学可惜了，这些考进去的这些中国的这些厉害的学生啊。这些大学厉害的不是因为他们那些老师，是因为这些学生本身就很厉害。你想那么难考进去的人都是厉害的人啊。提问4月17号，强国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温家宝忆母亲文章时被禁止分享或者被删除，这引起了一些网民的讨论。据说文章提及了他对中国国家的期望和看法，引起了现在执政者的不满。怎么评价前总理温家宝？他在任期内经常提到民主、自由、开放，这算是他政治作秀，还是真正的想法？还是他想利用民主这个武器来攻击政治对手？我就没有说这个题目呢。老实讲，我就不想讲，因为外面有太多的演绎啊，各种编故事。温家宝，我对他的评价一向不高啊。他在任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对温家宝的评价就是2个字：影帝。温家宝是影帝，他演艺事业很发达啊。那么至于说对民主法治的一些观点说法，他就是离任的那场记者会说了一通话，这通话呢被不断的重复和引用。其中主要是讲的是，如果没有政治改革，那么经济改革的成果会失去，甚至会走回头路啊。那么我们经常讲起习近平的这个倒行逆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起温家宝的这段话。你基本上对温家宝来说，他这10年的任期下来，大概最有成绩的就是说了这段话。其他的就没什么成绩了。温家宝基本上一个能力不强，秘书出身，秘书是什么意思？秘书就写讲话，执行贯彻领导的意图，他自己想法不多啊，不懂经济。第一，不懂经济；第二，办事能力不强，他是秘书班里面出来的啊。然后他的政治地位也不是很强势。因为他的老大胡锦涛就生活在江泽民的阴影之下，胡锦涛尚无政治权利，何况他。所以这几个情况，他自己本身，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政治抱负，但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也有限，所以我对他评价不高啊。至于说他这篇文章被禁止，或者被禁止转发，是不是这是一篇旧文章？
第一个，这是一篇旧文，不是一个新写的文章，所以他说他演绎出来温家宝拿来怼这个习近平不 make sense。中共的怼的话不会用这种方式啊，那就是肯定是找人谈话的才叫怼，这个不 make sense 啊。如果他真要这么做，那是违反党的纪律了啊。然后我不觉得中间有什么故事，我不觉得，真不觉得，因为不是温家宝自己发，在微信圈里面转发，然后大家有人把这个温家宝的这个屏蔽了，不是这样，是有人在发他的文章，他发的那个人被屏蔽或者被删除，跟温家宝其实没关系，只是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写的旧的文章而已。这有什么？你能编出什么故事来？我觉得那些故事都不可信。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不喜欢讲这种，你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你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可以啊，那可以啊。但是这不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做的事情，那是作家做的工作啊。情况有人说胡温时代是温水煮青蛙，习时代直接用高压锅炖了。有人还说当年笑他是影帝，说明至少形象上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现在倒好，演都不演，直接是伟大领袖。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人看见一个比较坏的啊，就怀念上一个啊。其实上一个当时也挺坏的，都很讨厌他啊。我觉得比较有什么意义吗？他们都是一路的嘛，有什么区别呢？我今天在那个什么，我看一下哈，我今天在推特上有个网友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找出来给大家念给大家听。这讲出了我的这个非常深得我意，我非得念给大家听不行啊。这个是这样。变态辣椒写了一段话，什么呢？他说赵子阳、胡锦、胡耀邦是某些人的海洛因啊，每年一两次拿出来吸一吸，幻想党国还有维新改革的希望，如此内心的焦虑也可以稍稍缓解。次一档的是温家宝，我来晚了那么再次一档的是朱镕基，准备好100口棺材。这样的大话也能让一些人迷幻半个小时，成为精神鸦片，大概不是温家宝先生的本意，只能说贵国人的精神安慰药物过于贫乏，过于匮乏。说得好吗？说得非常的好。这个变态辣椒的这段话我再念一遍，我念的不好，我再念一遍。赵子阳、胡耀邦是某些人的海洛因，每年一两次拿出来吸一口，幻想党国还有维新改革的希望，如此内心的焦虑也可稍稍缓解。每次一档的温家宝我来晚了，再次一档朱镕基准备好100口棺材，这样的大话也能让一些人迷幻半小时。成为精神鸦片大概不是温家宝先生的本意，只能说贵国人的精神安慰药物过于匮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念给大家听，我觉得这段话说的太到位了啊。所以你们要记住最基本的事实是什么？他们都是中共的高级官员，他们没有其他的特殊性，他们全是中共，他们是在中共的整个体系当中的头啊。情况，国内公检法开始自查，报告自己20年的工作，个人品德问题一片哀嚎啊。这就是跟内蒙古的做法延伸到内地了。这叫什么？倒查20年啊！倒查20年啊！倒查20年，这个够呛啊！情况，去年年底，中国有学者建议清华大学改名叫习近平大学，雄安也盖起了雄安大学。OK，
哎，这个我一这个你这一说呢，我想起有一个什么人在推特上讲过一段，说这个故意的，这是故意的，据说是这样，不知道是真是假。观点近来有一点思考，意即凡是学历不高或者读书少的人，好像普遍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有问题的啊。我身边接触很多的人是如此，观察习好像也是如此。网友答：不一定和学历高低有关，学历高却三观不正、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人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呢，都是不完整或者是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我本人。为什么？因为你的能力是有边界，而这个世界是非常丰富多彩，而且它的多样性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呢，我们只能认知一部分，或者认知一部分跟你有关联的部分。所以我们所有人都一定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的认知是有缺陷的所以你听到批评就要想一下，你是不是认知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有些人的认知呢，所以我们存在的认知的问题，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类的共性，所有的人认知都有问题，只不过呢，问题有大有小，或者是我们在一些特定的议题上面，我们的有些人的认知，它出现的偏差会更大。那么它出现偏差，通常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站位的问题。那你站在底下，跟你站在上面，你看的完全不一样，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跟你的站位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跟什么有关？跟你对这件事情的事实本身掌握的多少有关系那或者有的人甚至连基本的事实都是错的，明明是黑的，他把这个黑色的看成是白色的，他认知有问题，就是事实本身的掌握它就有问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方法论是有问题，就是你去判断一件事情，去分析一件事情，去理解一件事情，你的方法论有问题。你被教授了一个完全不符合这件事情的特征的方式去理解这件事情，或者你被人告诉你明明看的是一个白的，然后你耳朵有人跟你讲这是黑的，这是黑的，然后看见别人也在说这是黑的，然后你就认为这是黑的了。所以这种人会遇到什么？遇到认知的问题，他的认知的问题就会成为什么？成为判断的一个最重要的错误条件，犯错误的一个基本条件。习近平有没有认知问题？当然有认知的问题。为什么？他今年在中央党校说的那个基本的判断，东升西降，他认为西边是降的，中国是升的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误判。这个误判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是有问题，其次他反映了他对西方国家的认知是有问题，这2个认知都是有问题情况。刚看到法广的新闻，中国将强推统一教材，范围扩大到双语私立学校在国内的国际学校，要求只要有中国籍学生就要求安排全国统一的必修课程。英国的各级教育机构在中国一共开办约50所国际学校，将会考虑搬离中国。好在我们家娃走了，要不他读的国际学校也要开始洗脑，真的是反正他是一个不漏的，一个不放过，一个都不放过现在从幼儿园开始要全面收编
那就幼儿园都不放过了啊。然后现在私立学校不放过，国际学校也不放过够疯狂的嘛。提问：我是犹他州，教沉浸式中文，前些年是日语沉浸式很多，后来日语少了，中文沉浸式发展起来，现在日本成了亚洲老大，请问王老师是不是以后日语要火起来？我想听听你的观点，提前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今年我的学生比往年少了一半，我担心中文教学会萎缩，我打算中英文教学两条腿走路，很想听你的意见和想法。谢谢王老师每天的付出和努力。日本成了亚洲老大，日本什么时候成了亚洲老大？亚洲老大现在还是中国吧？我觉得日本还没有成为亚洲老大。这跟你的教学有关系吗？你想教日本就教日本，想教中文就教，这么厉害？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教中文吧，因为中文还是你的擅长嘛。你觉得呢？教英文也行，教中国人的英文哦。教中国人的英文，就是你可以教孩子中文，顺便把他的家长的英文一起教了，大概是这样。我觉得大概可能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有那么大的生意吗？如果你的生意没那么大的话，不管怎么样，都跟你没太大关系吧。除非，那我们很多人经常问我我们这个形势在这个背景之下，我该做什么？大家记住一条，如果你的生意没有麦当劳那么大，其实国际形势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受影响。你说，当然我觉得有些影响，你比如说访学你有很多的这个房子出租什么呢？出租那些给那访学的访学的那些租用的这个，那么这2年，去年开始访学就没有了吧？所以有些出租给访学的这个房子租不出去，但是你也就一套房嘛，租不了给访学，那就租给别人就是了，你说是不是？所以我答不出来，因为你没那么大生意你真的有那么大的生意，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我们该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如果你在犹他州教中文，你就继续教你的中文，跟你没有关系，好吗？中国人真的很容易焦虑我觉得等它发生了再说吧。在美国几百万中国人，那么还是有足够多的小孩给你教的嘛？你说呢？我觉得还是大部分的家长还是希望小孩子能学一下中文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跟亚洲的老大没有关系。情况14年到16年回国探亲，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亲眼看到坦克和装甲车开过去。09年以后，街道上每隔几十米就一个岗哨，配备10几名全副武装的军人。那种白色恐怖，我希望大家有生之年都不要遇到。真的是走在街上，脚都在发抖。童年时期的维族好友的家人，好多都消失不见了。我还是那句话，其实有些人跑得来说，你没去过新疆，你怎么知道新疆发生的事情？请你拿出证据来。通常有人问这样的话，你就直接把他拉黑就好了。这都是屁话。只要在中国生活的人都知道，共产党在新疆干的是什么，不需要知道具体的事情。为什么？你想一下，中共在你身上做了些什么，你就知道他会对维吾尔人做什么就可以了不要问我要证据，我不用给你证据。尽管我有2个姐夫在南疆做工程，每次回来都讲很多触目惊心的事情，说工地上请的维族小伙子们经常莫名其妙不来。我姐夫去家里找，想说去关心一下，被他们家人告知说失踪了。警察来威胁家里人不让声张，还威胁我姐夫不要掺和他们的事情情况南北疆的情况是，先在北疆抓人关集中营，后来集中营满了，就开始把符合抓捕条件
但又没处关的人赶到荒芜的南疆，然后南疆开始搞军管。OK， 观点：计划生育也可以被视为针对汉族的种族灭绝计划，非常正确，绝对可以。计划生育就是种族灭绝，没有别的，特定人群嘛，情绪失去了独立精神的中国大学，早就成为蝇营狗苟之地，哪里来大学大师，全是钻营之徒，可怜了我们这些寒窗苦读的学生。是的，提问：王先生你好，请问为什么习近平在清华的讲话背景上没有任何的主题文字？是主题不能放出来吗？是没有主题给他，就让习听。主题文字是什么？主题文字就我有个发言稿，然后发言稿就给了这个主办单位，主办单位把主题文字放到后背景上。习近平是谁？你还给他给你讲话稿贴到背景上面去，那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习近平啊，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这2年习近平的行为已经越来越随意，然后底下人就不敢揣摩，就由着他去，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观点：我非常欣赏王先生的学识、判断力和正义感，谢谢。好，明谢姥姥王，谢谢。真正的新闻独立，真正的良知良能，感谢王先生的正义之声，谢谢。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记得点赞。